提到海南，很多人的反应可能会出现两个极端。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免税店、冲浪和2025年的封关利好。但是对于有资历的投资人或者经历过90年代的人来说，海南这两个字往往伴随着一场噩梦，就是1993年的房地产泡沫。那一年，潘石屹这帮万通六君子胜利大逃亡，身后留下的是占全国10%的烂尾楼和无数倾家荡产的投机客。时间来到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很多人又兴奋了，觉得历史的机会又来了，准备再去海南搏一把。但是当我研究了这次封关的政策设计，再结合地缘政治来思考，却感到有一个底层逻辑正在浮现，那就是海南自贸港根本上它并不是为了经济繁荣，而是为了国家生存，准确的讲是为了政权生存。海南不是下一个深圳，也不是下一个香港，更不是要和新加坡打擂台。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版图里，海南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面临西方的全面制裁和金融脱钩的时候，给自己留下的一扇逃生门，或者说海南是一个战略级别的备胎。在我们解剖封关之前，先来看一看海南的出生证明。很多朋友在想，会不会海南设自贸港是为了这2年拉动内需拍脑袋做的决定呢？如果您这么看，这回还真的是错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开，你会发现这是一场长达30年的布局，而真正的起眼是落在2018年4月13日。那一天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中共全体高层到场，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且逐步探索建设所谓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请大家注意这个字“港”，在中国的行政词典里面，特区、新区、自贸港、由区到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这里给不熟悉内地体制的朋友做个简单的科普，这3个词代表了3种完全不同的开放权限。1.0 版本的特区，比如深圳，核心是给政策，允许你先走一步，减点税是点错。2.0 版本的新区，比如浦东雄安，核心是给级别，就已经是国家战略直接下场了，行政级别高，资源倾斜大。3.0 版本的自贸港，比如海南，核心是给边界，这是目前中国开放体系里的最高形态。别的地方充其量是在墙上开个窗，而所谓自贸港是直接把海关的墙往后挪，实行境内关外。这意味着海南拿到了中国开放体系中的最高权限。请大家回忆一下2018年上半年发生了什么呢？就在海南413讲话的1个月前，2018年3月22日，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宣布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在那一刻正式打响了第一枪。那您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当太平洋对岸那扇大门缓缓关闭的同时，中共立刻在南海之滨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级别最高的窗。这就是海南自贸港诞生的背景，当然不是巧合。随后几年节奏推进的快得惊人，2020年6月，自贸港总体方案发布，2021年6月，仅仅1年之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在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请注意，这是一部法，以前搞开发区多半靠的是红头文件，政策说变就变，但这一回中共直接给海南立了一部基本法，这在中共的经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待遇。当然，不是说中国的法律在海南就比在别的地方更加稳当，中共有需要的时候仍然是想改就可以改，想废就可以废。大家看看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不就成了历史文件了吗？但是在这里，中共高层想传达的意图是想要让人们和官员们都相信海南角色的转变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至少以这个体制逻辑来看，海南的角色是被钉死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把海南自贸港当成又一个经济政策，它是逆全球化浪潮里面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的那一刻起就埋下的一颗战略棋子。至于什么叫做应对逆全球化，后面还会细说。好，搞清楚了海南自贸港是贸易战逼出来的产物，那我们再来看看2025年的这场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
封关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去海南要办护照了？是不是以后海南就不归内地管了？当然不是。简单的说，以前中国的国门就是海关线，是在海南岛的海岸线上，外国的货进来，在海关就要拦住交税。那2025年封关之后，这个国门就后撤了，撤到了哪儿呢？撤到了琼州海峡的中间。2020年6月1日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就是海南未来的操作手册。根据这份文件，2025年的封关运作核心机制就是8个字：一线放开，二线管辖。这8个字，它对应的就是3套颠覆性的财富规则。第一套规则，零关税，物理为王。封关之后，海南岛这3.5万平方公里，在海关定义上就被视作境内关外了。它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列入清单的货物，不管是企业生产用的原辅料、生产设备，还是老百姓用的交通工具，比如进口汽车，进入海南岛关税是0。中国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加起来，通常占到进口商成本的13%到几十不等，但在海南这笔成本直接抹0，这就是物理上的特权。第二套规则是全球极致的低税率洼地，这是要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海南实行双15%的所得税政策，也就是对鼓励类产业的企业所得税按15%征收，而中国内地是25%。对企业讲，这里就有10%的净利润差。对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而内地这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年薪过100万的高级白领，你在海南可能要比在上海少交几十万元的税，你到手的钱会多出一大截。这比香港目前的薪俸税标准还要具备某些结构性的优势，这叫双15%所得税政策。而第3套规则也是很多人还没有看出来的超级作弊卡，就是加工增值30%免关税，这在总体方案里占据了核心位置。它的原文是：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必须给大家好好翻译一下。假设你是做进口高端食品的，比如澳洲牛肉干，以前的玩法是你进口牛肉到上海，先交进口关税，再加工再卖，成本极高，那最后的售价当然也很高。而以后你可以先把澳洲牛肉进口到海南零关税，你可以在海南建个加工厂，把牛肉切片、腌制、包装。只要这个加工过程产生的价值超过了原料价值的30%，那这包牛肉干就会被海关认定为海南制造，就是国货了。然后你把它卖到拥有上亿人口的内地市场，就免了进口关税。看懂了吗？这是一个合法的套利空间。它利用封关这种特殊机制，让你用国际市场的原料成本享受了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又避开了中间高昂的关税壁垒。所以我们看仔细了这个政策设计，把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率都降到了15%，把关税降到了0%，把加工门槛定在了30%。所有这些政策指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要你来开工厂，我要你来搞生产，不是要你来炒地皮的。所以2025年的封关本质上是中共要打造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特殊经济战区。这听起来很美好是吧？像香港一样自由。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悖论。现在的世界趋势是去全球化，美国在搞小院高墙，向孤立主义回归；欧洲在讲去风险，全球的供应链在断裂；中共自己也在搞内循环。当然，这种逆全球化一个主要原因，并不是欧美的自发自觉，就是中国引起的。中共加入自由贸易体系20几年来，既利用这个规则，又改变了规则，让别的玩家觉得再这么血亏玩不下去了。但是这个过程今天不细说了，今天主要从它的结果说起。悖论是，既然大家都在关门，都在修墙，按理说这个时候你搞自由贸易港是天时不利，对吧？可为什么偏偏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把海南这个3.5万平方公里的岛屿搞成自由贸易港，把门开得这么大呢？这不是逆行中的逆行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正因为世界在变得封闭，开放本身成为了一种风险，中共才需要一个可控的开放接口。这个弯是怎么拐的，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请大家想象一下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在那个两大阵营激烈对抗、铁幕落下的时代，西柏林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窗口。未来的海南对标的根本不是香港，也非赶超新加坡，而是新冷战背景下的西柏林。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西柏林没啥概念，不要紧，那就让我们花1分钟带大家穿越回1960年代，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幅地图。整个东德是红色的苏联控制区，铁桶一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在这片红色的海洋中心，却有一个小小的蓝色孤岛，那就是西柏林。在地理上，它完全被社会主义阵营包围，是名副其实的陆地孤岛。按理说，这种地方早就该死翘翘了，对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在那几十年里，虽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用核弹瞄准，虽然柏林墙也高高耸立，但西柏林却成了全欧洲最特殊的弃阀。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都需要它。西方需要西柏林作为展示资本主义繁荣的窗口，东方也默许它的存在，作为获取西方硬通货和技术的秘密接口。在那个对抗最激烈的年代，西柏林是唯一一个东西方的间谍和商人们可以坐在一张桌子旁谈判的地方。它是在铁幕上留下的一个通气孔。好，现在我们把目光移回到2025年以后的海南。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到极致，发达国家对中共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封锁和金融制裁，那上海和深圳这些与内地连为一体的城市都会因为合规风险被外资抛弃。那这时候中共就需要一个西柏林式的角色，它悬在海外，是物理孤岛，又规则独立，是境内关外，它就能让那些不敢进入中国内地但又不想放弃中国市场首鼠两端的国际资本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海南封关就是要打造这么一个战略逃生门。在这里，各方可以心照不宣的先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把生意谈下去。但是和历史上的西柏林不一样的是，西柏林是在民主阵营手里的和共产党世界接触的窗口，而海南呢，却是在共产中国手里的和别的地方接触的窗口。我们可以把海南的这种战略定位总结为3个备胎功能。第一个备胎，它是极端制裁下的白名单通道。如果有一天因为台海或者其他原因，西方切断了与中国内地的技术和金融通道，外资不敢进上海，中共也不敢让境外热钱冲击内地的金融安全，那怎么办呢？大家去海南谈。在这个岛上可以实行一套与内地有别的法律仲裁机制和数据流通规则，这里就是一个缓冲区了。第二个备胎功能就是让海南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高压实验室。中共一直想推人民币国际化，但又不敢把国内的资本管制全放开，因为那样做索罗斯们会分分钟教你做人。那怎么办呢？就在海南试呗。于是允许在海南这个岛上搞离岸贸易和跨境资金自由流动，成功了就把经验复制到上海，失败了呢就在海南岛熔断，风险不会传递到内地。第3个备胎功能呢，就是展示一个政治姿态，不管中南海斗得怎么鸡飞狗跳，社会上怎么文革回潮，中共都留这个橱窗向世界喊话，我们没有关死哦，这里还有个小后门哦。所以大家不要看错了，海南自贸港不是让你去炒房发财的，它既是橱窗，又是个逃生门，对外资讲是个展示的橱窗。当世界发生巨变的时候，当然这种巨变很可能是中共主动引起的，比如武力攻台。当这种巨变发生的时候，它又是中共的一个经济逃生门。如果是逃生门，大家觉得当局会允许你在门里搞房地产泡沫吗？搞得一地鸡毛，不等于把消防通道全都堵死了吗？中共对此可谓是教训深刻，记忆犹新呐。这就是为什么我接下来要讲2段惨痛的历史：1993年海南的泡沫和汕头特区的陨落。这2段历史是悬在所有想去海南投机的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刚才我们讲了政策，分析了战略，现在得回头看一眼。因为如果你不回头，就永远读不懂为什么2025年的自贸港政策会写得这么别扭。
这一切恐惧都源于1993年的海南和2000年的汕头。先说1993年，在中国商业史上，这是一个无数次被提起的年份。当年海南建省10万人才下海南，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狂欢，全中国的热钱都涌进了这个岛。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一度达到了50平方米。注意，这只是规划面积，并不是实际居住面积。那时候人们见面问的不是你吃了吗？问的是手里有地吗？有批文吗？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房地产泡沫里，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万通六君子。潘石屹他们为什么能够跑掉呢？为什么没有被改革以来的这第一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伤到呢？据说潘石屹在海口市规划局查资料，算出了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了当时离谱的天文数字，于是赶紧连夜撤资，带着他们的第一桶金去了北京。但海南留下了当时占全国总量10%的积压商品房，也留下了整整一代人的财富尸体，留下了被称为天涯海角烂尾楼的世界奇观。当时的4大国有银行在海南的分行全军覆没，坏账率高到吓人。这场金融灾难给中共的监管层留下了极其深重的心理阴影，也就是 PTSD。所以你看现在的海南自贸港法，那些关于房地产的条款，字里行间都写着2个字：恐惧。为什么要实行全域限购？为什么要规定现房销售？为什么土地供应大幅向产业园倾斜，而不是住宅呢？这不是政府不喜欢房地产带来的 GDP， 而是当局在用铁腕手段强行切断1993年的历史重演。如果你现在还想去海南囤几套房，坐等封关以后价格暴涨10倍，那你不是在投资，而是在和一个患有房地产恐惧症的国家机器作对。如果你不炒房，说那我做贸易行不行？在海南注册个公司，把内地的货物倒腾一下，赚个税差呢？那这就碰触到了中共第2个历史伤疤——汕头。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汕头是中国最早的4大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有它一个。但为什么汕头现在的存在感这么弱呢？因为在2000年前后，这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807骗税案。当时的情况是，大量的皮包公司在汕头注册，他们没有工厂，没有机器，甚至没有货，他们唯一的业务就是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那个时候疯狂到什么程度啊？据说虚假的贸易额甚至超过了当地实际的 GDP。 结果是当局派807专案组进驻汕头，一举瘫痪掉了这条产业链。但是代价是汕头的商业信用也一夜崩塌。之后的好几年，外地的企业不敢跟汕头做生意，银行也不敢给汕头的企业开信用证。那些老老实实做实业的潮汕老板被劣币驱逐良币，拖进了深渊。这段历史是今天海南自贸港的反面教材。大家去翻翻自贸港总体方案里，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叫做实质性运营。什么意思呢？你想享受15%的低税率可以，但是税务局会拿放大镜看你的生产经营在不在海南，你的人员在不在海南。这是查你的物流足迹和社保记录，还要查你的财务在不在海南，你的资产在不在海南。这几个在就是为了防堵下一个汕头。现在大数据的监控能力又比2000年强了1万倍，金税4期一上线，你的每一笔资金流向对政府都是透明的。想在海南搞个壳公司薅羊毛，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在送人头。只有党割你的韭菜，你想割党的韭菜，找死吧你！讲到这里，是不是有些观众觉得海南这盘棋布置得很精妙啊？又是战略备胎，又是制造业红利资金避风港的，可谓算无一策。可这张蓝图画得再漂亮，它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基因缺陷。这个缺陷导致海南很可能既不是下一个新加坡，也不是另一个西柏林，而是下一个雄安，或者下一个上海自贸区。请问还有多少人记得上海自贸区这个当年也被吹上天的项目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自贸港的典范新加坡。你认为它的成功靠的是低税吗？当然那是原因之一，但是核心不是低税，而是法律的确定性。外资敢把几百亿美元放在新加坡，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和政府有了纠纷，新加坡的法庭是敢判政府输的。这是英美普通法体系带来的可预期性。
在普通法 （common law） 体系之下，法律大于政府，这才是资本的安全感来源。普通法又称海洋法体系，它的核心特点有2个：一是可预期，2是合同自治。合同自治的意思是，司法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只要是你愿意写进合同的，法院就认账。法院不会以什么社会稳定、公序良俗这些理由来否认你合同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国家安全这些玩意儿也不会随便跳出来横插一脚，告诉你你说的不算数，我说的才算。这对于来自于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人们聚在一起做生意就特别重要。它消除了噪音，这套法律体系真正让你做到了在商言商。普通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尊重先例，依据旧案判新案，这让商业活动有了参照的标杆，让未来变得透明了。这对跨国公司来讲太重要了，它意味着风险可以被定价、被对冲、被保险。不能说实施普通法的地区都成功，但当今世界上的资本和航运的关键节点，确实大部分都实施普通法，比如伦敦、纽约、新加坡，曾经的香港，阿联酋的杜拜也引入了普通法，这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一个普通法的生态圈。普通法也有许多历史红利，比如海商法、保险法、信用证制度都是在普通法框架里成熟的，它是国际商法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实行普通法的地区，这些方面的判例更细腻、更丰富，从而也让商人们感觉更安全。普通法是许多中国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以后可以专门开一篇来聊。大家只需要记住一点：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只是一堆石头。同样，自贸港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只是几台集装箱起重机。在海南，自贸港法写得再好，仍然是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自贸港的领导核心仍然是党委，这就带来了一个让外资瑟瑟发抖的问题：当商业利益与政治任务发生冲突的时候，谁让路呢？答案当然是明确的。Oh no！ 那有人会问了，能不能只在海南一地引进普通法，打官司沿用判例呢？直接说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海南现在搞了一些创新，比如引入了国际商事仲裁，允许在商业纠纷中参考国际惯例，但这本质上是一个模拟器游戏。请注意，前面刚刚提到，普通法的本质之一是合同自治。自治这个事儿一放在中国就死了。什么叫自治啊？不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吗？普通法必须有一个底层制度搭配，就是司法独立，不然它就普通不下去，没有例外。请看香港吧，国安法出，特区基本法就死，就是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没了司法独立，曾经的香港也在死亡，正在变成一座和内地没有大区别的城市。更不要说自贸港需要资本、物流、人流之外第4要素的自由流通，什么呢？就是信息。互联网之墙这个东西必须给拿掉，不是什么信息的有序管理，而是像关税一样必须给撤销，得是0，而这中共也做不到。所以2025年以后的海南会成功吗？如果你对成功的定义是复刻出一个新加坡，那么答案是明确的，不可能。那未来的海南最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呢？它不会变成全世界的自由港，而是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特权阶层的友谊商店。对于有背景的央企国企，这里是避税天堂；对于权贵们，这里是资金出海的秘密通道；但对于普通民企和老百姓们，这里可能是物价高昂、竞争内卷、规则模糊的险地。最后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西柏林是冷战当中东西方接触的特殊窗口，但是只有当它掌握在自由阵营手中，才是一个窗口。在共产阵营那边，这样的窗口不会出现，哪怕出现了，也无法维持。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